各位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龙虎争霸赛的总决赛1营对战15营。然后今天我就是你今天的解播员凤凰。然后今天我们有几位特别来宾，你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客串解说沙克，你们的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客串解说行优。好，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行优，因为昨天大家都看到行优在场上的拼杀，然后很可惜没能取胜，然后今天他就坐在我们的这个解说席位。恭喜加入淘汰俱乐部。现在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赛场，然后今天呢，我们的1营呢分配在红军，然后就是司马雄狮这一方，然后我们的诸葛飞军呢这一次就是我们的15营，然后今天我们的视角是司马雄狮视角，所以你才看得到我们的诸葛飞军是红方，然后蓝方是我们的司马雄狮。好，我们在还没有看战术之前呢，先看一下他们的首发名单吧。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的何乔还有青仔混混鸡这两位呢，他们各自在半决赛的 MVP， 就是所谓的战功王。那毕竟能打到决赛，肯定是3战全胜。其中这3场，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数据来了解双方团队的一个特性。首先看到建筑首战积分，那这就是双方对于首战城池争夺上这3场下来的一个平均值。可以看到龙虎一营有达到10003的一个首战积分了。那另外一边龙虎15营达到9886.7的一个首战积分，可以看到都是比我们平均占领己方的3线城跟己方所有1线跟2线加起来的城还高的一个首战分。所以双方团队对于不管是进攻端还是己方城池的一个防守端都有独门的一个心法。那再来持续占领分方面，可以看到龙虎一营达到了78369分，那另外一边龙虎15营达到77724分，其实两边都差距不大，这代表双方在握有优势之后，对于城池的把控还是相当到位的，不太轻易会丢城。那接下来战斗积分方面，就是体现双方硬实力，可以看到龙虎营达到的是48224，那非常高的一个战斗分了。另外一边龙虎15营也有46512分。下一个看点是战术积分，这个是攸关于我们都邑的一个控制率，以及我们开启计策先登夺城之后的一个抢分效率。可以看到蓝方达到的是7582分，这边是记录有拿下都邑的场次，非常高的一个战术分哦。那另外一边龙虎15营则是4159分。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一个战术分，这代表他们可能在夺取都邑之后，可能还需要再去做一个加强。我其实想要插一个问题的，因为其他的建筑手工、持续占领积分还有战术积分呢，这几个都是势均力敌，可是我们的战术积分的差距还相当大的，你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这点的话，就是体现双方在夺取都邑之后的决策上面的不同。那我们可以透过前2场看到，龙虎营在取得都邑之后的进攻是非常猛烈的，而且都能稳定取下至少2座城池，可以再配合计策先登夺城，再把这个战术分来扩大。反观龙虎15营取得都邑之后的一个决策可能偏为保守，但是至少他们取得了都邑，所以也能获得一些基本盘的分数。OK， 来看一下战术第一组，默契金国，哇，有什么看法，各位？肯定是先奔着默契去组。对，我觉得还是要跟着默契走吧。他这2个很容易被分开来。然后第2队呢是金国跟熊组，21 cos 出现了，有特别强的21 cos 的队伍吗？可能就是搭司马盾，有2套玩法，司马懿曹操搭嘉许，或者是搭 SP 荀彧。但实战来说的话，其实跟太尉盾的差异性并没有到很大。来看一下我们的第3组，哇，群雄跟熊组，怎么看？这确实是能够激发一些黑科技的，真的是完完全全的黑科技哦。我想到的一个队就是 SP 袁绍、吕布，还有加一个7 cos 的辅助，加一个朱俊怎么样？如果是 SP 袁绍加 SP 朱俊搭诸葛亮呢？战术指令有伏击跟列阵，对不对？可枪可攻。
哦，这是一个不错的玩法。好，最后7分钟，我们看一下战术，刚刚是谁拿到默契？好，司马西军跟诸葛东军，我们看一下诸葛东军。哦，这个是15赢的、哦，是15赢的，有了，这应该是主力军，哇。有料，然后我们的司马西军是独权哦，所以我们的侠盟没有被选到默契啊，应该还蛮刺激的，那就跟第一把的情况有点相似。真的。好，我们现在总决赛终于开战，已经开始看到很多线朝着大本营方向走了，侠盟应该是往中路先推进。啊，可以，还没有打完城就已经先开战了。前2天都是以东关为主，今天决赛都是以西关为主。线的密集量有点过大，真的多，而且其他线是完全没有，西寨没有，东关开始有几条线了，然后东寨这里有几条线。目前看来，双方几乎都是1比1的在做行进。但是司马雄狮他的左路刚看到好像是以天下为主的，然后中路是一样由侠盟负责，那右路就是由独权全军来处理。然后我们看一下诸葛飞军的部署，有点意思啊。不讲武德是左线，然后对上对方的天下。可以看到第2线的城池已经在促成了，等一下会配合一个摧城拔寨做推城的提速。对于西关来说，双方都是3线城，所以就看哪边打下2线城的速度更快一点。是卫西营快掉了，可以。卫西营先落入司马雄狮手中。好，司马雄狮刚刚是卫西营，然后现在是刚打下这个卫中营。然后我们看一下诸葛飞军的情况，好像是有点稍微的慢了一些了。刚刚说慢，然后他们立刻打下了蜀中营。哎，我们这里好像部队数量好像不太够，好像分配了很多，已经先前压了。现在西关情况2边已经交战了。这个是许攸版的一个富贵期，走加强主动战法发动率的版本，这是属于偏奶又坦的那一套。对，就是如果双方的进化战法都稳定发动的话，那有荀攸一方会好一点。我们看得到司马雄狮刚刚打下卫东营，好，可以。司马雄狮打下卫东营之后，就马上秒开摧城拔寨，这意味着他们是想要直接秒打第2线的那个城池了。那双方都部署了大量的先锋部队在西关这边探对面的虚实。好，诸葛飞军也紧跟在后，也开启了摧城拔寨。那他们的右线就是东路，就是以防守为主了。不打算跟对面主动做3线城池的碰撞。诸葛飞军也不落人后啊，也跟着打下了蜀前营了。然后现在已经马上往前推，他们意味着他们现在是想直接叠上东关吗？哦，看到了啊，直接上了东关。南方呢，现在已经是叠上去东寨了。哇，这个进度啊，真的是太猛了。司马现在他们有西关的优先抢夺权。好，我们看一下西关的情况。西关现在是2方都在抢了。哇，这个比较刺激一点。这边蓝方的摧城拔寨是开得早一点，就看这个计策期间能不能把西关拿下来了。侠也意识到了这个西关对手分了很多人来，也是赶紧调兄弟来支援。然后诸葛飞军也叠上了那个西寨了。司马雄狮已经成功打下东寨了。好，我们再回来西关，1分钟内应该见真章了。我们看到东关呢是让诸葛飞军打下的。西关也是哦，哇 ，OK， 那第2个摧城拔寨有点可惜哦，没能抢下这个西关。可以看到南方也是相当果断，马上叫正在攻打西关的弟兄后撤了。可以看到很多蓝线正在部署过来，是目标红方在西关附近的一些千城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上呢，我们司马雄狮是稍微的领先诸葛飞军大概1000分。可以看到前期1线城池跟2线城池的攻线上，南方司马雄狮还是稍稍快了一些。现在看到很多蓝线已经是朝往西寨方向迈进了。只要蓝方能够绕后把这些正在攻城中的部队打下来，还是有机会能拿西寨的。这边蜀东哨由红方诸葛飞军收下了。也就宣告双方2线城池都已经收完。现在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西寨。可以看到，在收完第2线城的瞬间，诸葛飞军的分数已经实现了一个反超。
西在红方打下了，哇！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呢，诸葛飞军暂时领先我们的司马雄狮2座城池，对，这2座城池其实还蛮关键的。这第2线的城池差不多之后，就要展开第2轮对第3线城池的一个角逐了。在这个时间点呢，这就是龙争虎斗的那个好玩之处。当所有的城池都已经收完之后呢，就是真的是在拼指挥能力了。开始就是正式的拉锯战跟就是整个反应能力的时间。对，那双方在计策的消耗上都花了2个摧城拔寨在前期的一个推进上。那这边就看西寨能不能让红方顺利牵一队人马进来了，因为现在南方已经把南面的千城地控制住了。毕竟前几天有提到这个寨的优先级，龙虎营是看得非常重的，这个西寨他们势必要夺回来。起初我们提到嘛，这司马雄狮他左路是由天下负责，那中路由霞，右路是由全军。那霞一开始是跟全军一起往东路那个方向走的，所以我认为他们一开始目标可能往东关跟东寨那个方向进发，但后来发现西关敌方已经部署了大量部队，所以又分了一些人进来西关这边做处理，但很可惜还是没能把西关守下来。那诸葛飞军的策略就很明确，我大量的部队先往西关去靠拢，那西关靠拢的同时，西寨分一小批西路的弟兄去做处理。那东路的部分我只拿东关，那东寨我是不碰的，我不消耗任何的部队在做东寨的一个争夺上，所以可以看到诸葛飞军他们在前期的布局上是做的蛮成功的，而且摧城拔寨都是有效计策。我们看得到呢，目前是诸葛飞军有小小的优势，成功的控制西关跟东关呢，这意味着呢，都邑呢以对方来说呢，我只能用魏前营啊，或者是魏东少的方向，只有这2条路线吧。诸葛飞军呢，蜀前营1条，东关1条，西关1条。蜀西少也1条，所以4条。我们看到诸葛飞军已经开启了分进合击了。西关这边有点精彩。司马雄狮由魏前营跟魏西少2个方向对西关发起一波冲击。目前以队伍来说，哇，这什么队伍啊？21 cos， 这队友料，哇哦，豪华队伍。这就刚刚提到的，就是 SP 袁绍搭 SP 朱俊跟诸葛亮的队伍组成。这队可以，这队真的可以。就是群攻跟麒麟的2套合成版本。可以看到这波攻势，红方已经成功守下了。分进合击在防守这种敌方集火上非常有成效。那这边就要看第2波司马雄狮要怎么做选择了。看到后方很多的调动线调向了这个魏前营，应该是要抢下西关的权力。因为关卡毕竟是最靠近都邑的，而且以司马雄狮的角度来看呢，对手已经有2边的关卡的主动权了，所以一定要把一个先打下。司马雄狮这一波错位袭营非常重要，如果没法成功把西关拿下，那双方的分差会持续扩大。对，那这波诸葛飞军其实可以选择不开计策，因为没有上一波分进合击那么的猛烈。而且对，这要回到计策面来讲，因为分进合击是有提我们部队的属性的。不知道凤还记不记得，我们在都邑免战结束前成功把对方的2个分进合击打出来，对于都邑的争夺上有非常大的优势。对，后面阶段开启战术其实还蛮关键的。目前感觉一营现在是有点小小的难受啊，这波宣告失败了。是，只能说前期的布局真的蛮关键的。我们再看一下现在目前积分呢，诸葛飞军是领先司马雄狮将近9000分。那这边司马雄狮可能要再重新集结，等下一波的计策了。他们调用了西路的弟兄来强攻这个西关，但还是很可惜的，没办法取下。是，来我们看一下目前的牵城情况呢，是2方的牵城情况大致上都已经完毕了。对，就单从红方的诸葛飞军西路这边，魏东少20个牵城未牵满，然后西关西寨各10个牵城未牵满，所以他们西路总共有40人的一个部队量。在防守单一个西关上还是蛮容易的，
这我比较疑惑的是，像龙虎翼营，他们前2把在控制寨之后，对关的进攻是比较猛烈的。那反而是这把他们想强行去打另外一边，寨跟关都丢掉那一路。对对，今天好像水准上好像有点小小的失分啊。好，那这边目前果然西路我打不通，那我打东路总行吧？对，现在看到这边已经有一波集结线路了。对，画面上也跳出了城池保护解除，双方的攻城值都恢复了正常水平。这如果西路这些人马全部都掉到东路，那对东路应该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下一波轻装分歧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那这个东关可能就不打了，我直接打你的魏东宝或是魏东少都是一个选择。有意思，打魏东少的效益好像会高一点的，因为这边好像都是高战。这边有一半的部队迁去前线了，这对劣势方来说是一个考验。可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战线拉太长？那没办法，毕竟一直龟缩在另外一条路也不是好的选择。是的，可以看到分差已经拉开超过1万了。那这个分差情况下，单拿一座3线的关或寨是没办法填补的。哇，持续在集结，估计5分钟内会发起一波冲击。是，那诸葛飞军也有意识，调来了大量的弟兄集结在这个东关。诸葛飞军已经嗅到对方对东关有意识，所以已经大量集结了一波了。对，毕竟你调动线太长了，我一定看得到。对，而且呢，以现在目前的西关的情况呢，诸葛飞军是根本没有意识想要偷对方的魏乾宁或者是魏七少，基本上就是一个以守为攻的一个局势。是布利抓克制这个细节，15音也是广泛的应用。来了，来，沙克你猜到了，就是以蜀东少为 target。是司马雄狮集结了超过100余的部队，由东寨势在必得，红方的蜀东少发起一波冲击。看到红方已经赶往蜀东少支援了。不选择开计策嘛，那就是对于自身的部队量有信心。诸葛飞军红方有反叶，开了一个分进合击，直接开了分进合击。就看这一波强势期透过计策能不能把有一点点变动了。看来分进合击，对，还是有点猛了。好像被清光了。这个分进合击真的太猛了。这波对于司马雄狮是有点伤的。这边可能真的要等都邑的争夺了。对，这波攻势打不下来，下一波重新集结，都邑免战差不多要开了。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诸葛飞军的话，你会采取什么行动来确保都邑的优势呢？我觉得啦，刚刚我们路线规划的2个主要道路，会先去做一些探点，跟他们现在正在铺路嘛。那到时候可能会做一个就是枪兵列阵之类的防守性的行为。沙克呢？你觉得呢？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把南方通往都邑这2条路封锁了。那封锁之后，留足够的部队量打都邑就好。剩下的部队我们必须随时调动，就是保住我们东路的2线城池。只要分配足够的人，控制一下计策，拿都邑10拿9稳剩下的人防守就行了。以你所言，诸葛飞军已经开始做防守的布局了，防止对方的这2条路线的逼近。司马雄狮开启了轻装奔袭了，他们是想要往哪一个方向奔呢？还是想对都邑做一个看到了攻击。那他们可能认为这拿下都邑的优先级比较高，然后再配合先登夺城，看能不能把分数给扳回来。但我认为有个隐患，就是就算拿下都邑，配合先登夺城，可能至少要拿掉诸葛飞军红方3到4座城才有机会反超。对，看到现在2方现在是在互抢都邑的主动权。司马雄狮这一波轻装奔袭，配合大量部队，由这边的魏乾营跟魏西少向都邑做挺进，成功的将红方部队做一个清场。那这边也跟新朋友补充一下，龙虎争霸赛是连城机制，只要你打下1座城，那就能继续打连线上的另外几座城。
我们已经看到下方这里呢，蓝方已经慢慢的控制这个区块了，然后可以防止诸葛飞军从西关攻击的路线。连开2个轻装奔袭，司马雄狮连开2个轻装奔袭啊！哇，这是一个10分钟内定胜负吗？哇，那这波司马雄狮豁出去了。好，都邑的免战解除，已经看到大家都在往都邑的身上挂，然后我们看到诸葛飞军就直接果断的开启了摧城拔寨，非常的凶恶，都邑发生激烈战况，现在发生激烈战况，可以看到前几把龙虎一营对都邑的控制是非常准确且果断的，这把他们遇到了一个全新的考验，这边直接马上开，对。马上开可以，跟我们的预期一样。哦，司马雄狮打下，刺激了，这个哇，刺激了 ，Game on！ 这个摧城拔寨真的是开得妙，对 ，Game on！ 游戏继续，对，球是圆的 ，Never say never， 这才算是决赛吧，对吧？这就是刚所提到的，拿下都邑之后，这分差至少要打3到4座城才会拿回来。对，我们看到我们的诸葛飞军呢，已经瞬间开启了错位袭营。那这是边路要发起一波冲击了。目前可以看得出来，司马雄狮是要打东关，现在先把右边全部拿回来，然后再集中都邑。对，先控制比较强一点的右边，然后呢，看从右边可以往哪打。来看到2方都已经 all in 了，而且现在司马雄狮他现在有都邑的效果存在，他这样子算是把东路对手较多的人逼过来引战的。哎，好像成功守下来了，哇，那这个有点伤，哇，就差一队哦。最后一波没攻下的话，下一波又要攻城3分钟，那都邑的计策就消耗了差不多了，对，就有点小浪费了。那战斗阶段剩下16分钟左右了，这波没打下真的是太过伤了。那后续这些部队也是强弩之末了，没办法顺利把这个东关取下，上面已经驻守20多队了，最后残局了，剩下11分钟左右。还是蛮佩服司马雄狮都邑的那波决策吧，已经奉献所有了。好，看到诸葛飞军开启的最后一个计策就是轻装奔袭，而也能够彻底让东部战线陷入他们的掌控之中。对，倒计时剩下10秒左右。好，6、5、4、3、2、1。恭喜我们的15营获得了我们这一次的龙争虎斗先锋赛的冠军，恭喜！是恭喜不讲武德贤队跟小宝组获得冠军。我们看一下我们的3军最佳表现，对，江河，然后青仔混机以及我们的肥回，哇，20万的战功总量，哇，太夸张了。2个校师打了20万个人表现，哇，太厉害了！是凤凰，我已经邀请了龙虎15营2队的队长郑贤加入我们这个冠军指挥官。这边我们一样简单在积分结算面板上做一个复盘。那很高兴我们赢了冠军了。那我们也很感谢，就是我们可能有盟友不行的时候，我们有其他盟友能够顶上去，然后也感谢其他2个营的盟友能够听我们指挥，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早上也是讨论一下我们怎么可以打得更好，而且还怎么讲呢？因为最后这一天的战斗的时候，我们本来是中营嘛，但是官方把我们调到了右营。我们可能有些沟通误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营的盟友其实是有一些失误的，这都是他去了，他本来不是该他们去的那个路线，但是后面我们还是能够追回来。那我觉得我们也有一点幸运的成分吧。然后到都邑。没有拿掉的时候，我们也是守住了那一波，他们冲击的那一波。那我觉得，真的，我们还蛮好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可以怎么讲，因为我侠士其实是我玩这个游戏心目中的最大对手。那我觉得我们能赢他一次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
我也期待有机会在普通服中碰到霞，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我自己是没有碰到过霞的。对于你刚刚说的，就是有几个站点呢，对你们来说是比较有点小小的幸运啊。可是也要说哦，有时候运气呢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对不对？因为真的有几个点呢，真的你们太幸运了。刚刚我们的司马雄狮呢，在成功偷到都邑的时候呢，就直接果断的往东关冲。当下呢，我们是以为东关差不多要掉了，对不对？因为差就是有30队在上面，然后呢，当时你们知道对手想要打东关，你们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可以说一下吗？就是信件是叫他们调动到前，然后过来驻守，因为我们没有指挥那个机策了嘛，我们是应手。哦，应手的，哇，真的，当时差一队吧，我记得。对，差一队，剩下136、137。对，当时已经看到在东关的主城已经慢慢的迁走了。我们其实是有安排，你要到后面去先打1-2块地，然后如果这个掉的话，我们要马上转移去守下一个。哦，这个是之前就安排好了吗？我们这是临场我们在 DC 讨论的时候有说的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拿下，或者是我们打都邑的时候，他们来偷我们后边的城的话，我们要先把队伍调到第2排城的那边，然后再拉过去都邑，这样比较好做应对。因为这样的话就能防止一波被直接重振，又要重新对，因为我们可以秒回嘛。对，哇，好厉害！这波很高，因为我们有上帝视角，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是有觉得，他们那时冲东关那波其实是正确的，因为刚好他们的部队都在都邑啊、东寨跟魏东哨，而且呢，东寨是他们的主力军的所在地，所以当时他们是在打东关的时候，是以一个可以用都邑跟东寨的两边来夹击，可是可能没有料到，就是15营的支援速度非常快。我觉得也是大家很紧绷嘛，就是我们有什么指令能跟得上，证明了我们很集中啊，我们真的很想赢。请问你们在前期的部署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策略呢？因为你们在第3排的城池上取得了3座，分别是西寨、西关以及东关。这方面有什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吗？开始我们是以东关为主，然后西关我们是后为主嘛。西关的话其实是就是有一点运气成分啊，然后西寨的话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拿到的。其实就是做好你第2排城到第3排城之间，你要把那个机车卡住，卡得刚好，就是你攻城的时候你要卡得刚好，那你能连续拿到东西关的那个概率就会比较大一点。所以东关才是你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西关。因为开赛的时候，我看到好多线是往西关走的哦。我们另外一个小组他是有部署他们要偷西关嘛，但是最后拿到还是有点运气成分，因为你可以看到对面主力是放西关的嘛。我觉得运气成分还蛮大的，这一方面，就是我们打4场嘛，我们大概是有3场我们都拿到了东西关。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模式的话，你东西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你没有拿到东西关，或者是你能拿到2个，你就对你的那个战略思考，或者是你的战略部署是会很好的。同意。是，我们也看到在前期你们对于西关的争夺拉扯了非常多司马在东路的一个主力部队。好，最后一个问题就给你吧，沙克。好，谢谢。请问您对后续想要参加这个模式或是团队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能给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是组长的话，你就必须跟组员讲，按照你抽到的特性来组队。后如果是真的抽到不好，譬如说抽到庚国的时候，你可以看另外一个有没有用，然后根据那个来组队。我们今天是抽到庚国跟那个缘分嘛，然后我们基本上我都是跟他们讲，你们不要管那个庚国了，你们就按着缘分组就好。然后还有组员的话，你就必须你自己看一下注意盟标，然后注意信件，然后没有太多了。我觉得就是你一起玩这个模式的都是小组小组的默契就是你们必须要自己培养好，才能够走得更远吧，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啦，你会想一个赛季开1次还是开2次啊，还是怎样？我觉得的话，大概赛季中期开1次，然后看有没有机会打小组赛，然后再决出这样这一次模式的那个制度的话比较好，就是先打小组赛，然后再打 tournament 比较好一点，比较有看点和有讨论性一点。OK。
好，谢谢就先感谢抽空进来采访，辛苦了，感谢，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好，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模式啊！真的，我们看了这2个小时下来呢，真的觉得哇，这个机制呢，真的很想自己在下场打，对吧？没错，这个15营在准备期间的一些配将思路，然后前期的一些布局，包括中期的一些运营，甚至后期被拿下都邑之后的一个防守，都体现了冠军的水平。整个的准备做的都非常的完善，包含配将的理解程度，该在什么时候去做取舍，其实都有一个规划的感觉。那最后的积分结算面板，红方诸葛飞军拿下了14万的一个积分哦，司马雄狮很可惜拿下12万。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吧。这几天打下来，其实说真的，这个模式因为之前就已经有得知到了，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期待。然后也确实如我期待一样，他打起来是真的还蛮爽，蛮舒压的。真的，尤其是在后面这个现在的时间，就是很多正式服大部分也都是在为下一个赛季做准备的时候，来一个就是这种的赛事啊。能够下场去打一打，其实感觉起来也有点不一样。对，好，沙克你呢？我认为这个龙虎赛还是办的有点东西的，就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模式下 Meta 大概长怎样，各个小队对于各自的战略目标需要怎么样的一个部署，那中期的调度还有计策使用都是一门学问哦。那这些新学问就是各位指挥需要重新开始来学习的。好，感谢。好，我本身的感想就是我打得不够爽，我真的还想再打几次，赶快再开吧。真的。好啦，好，非常感谢今晚沙克和行优跟我一起看这场很精彩的赛季，然后很圆满的完结了这一次的先锋赛。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好，再次感谢沙克，感谢行优抽空上来一起聊天。好，我们就下次见吧，拜拜，拜拜，大家再见。双方在一线城池的推陈速度上，会不会就能体现一些差异了？对，哪边出来的兵比较快，就代表哪一边比较多单身狗。不是这样说的吧？单身的手术，应该不是这样吧？不然是怎样呢？昨天有看到你哦，行哦，昨天看到你的白马一从单枪匹马的往左线走。